原主竟被极品亲戚活活累死。小陈，别搁这儿给我装死！官府的征兵令下来了，你那个病狗大哥连炕都下不来，今天就算是用绳子绑，我也得把他绑去边关军营顶名额。等你们二房的男丁全死绝了，那几亩肥田自然由我大房来替你们好好打理。吃我们的肉，喝我们的血，还要掘我们的户，凭你也配？你这小畜生怎么突然有这么大的力气？你敢对我动手？你要造反不成？县府紧急传令，村长带路，萧家二房众人速速出来听令。郑大人，张房先生，这二房的白眼狼要造反啊！他抗拒征丁令，不肯提胸入伍，还敢动手打长辈，反了，彻底反了！放肆！萧家二郎，朝廷的兵役你也敢违抗？按我大秦律令，抗兵不遵者等同流寇，那是可以直接就地正法的死罪。李征大人息怒，这寒门泥腿子若真不识抬举，依规矩，二房男丁绝户，这几亩良田的地契可就得名正言顺的收归宫中，由王家代为接管。来人，既然他抗拒兵赋，先把他给我按下！大秦律例，征丁令上写的是依法办事，可没写允许你们胡作非为。你们仗势欺人，擅闯家门，图谋我二房地契，这等私心算计，真以为能瞒天过？大胆狂徒，一介军户也敢非议本官！我看你是铁了心要当乱民！杀我容易，但抹平账目上的窟窿，恐怕没那么简单吧。你一个泥腿子，少在这里装神弄鬼！县府的规矩，岂是你这等贱民能懂的？朝廷征丁令每丁30两，你们竟用老弱病残充数，暗吞军饷，真以为这死账没人算得清？若捅到幽州刺史那儿，按大行军律该当何罪？我可以主动带兄入伍，去填你们的征丁入额，平息这件事。不对，他自愿去的。李立正、王丈坊，你们都听见了，这小畜生自己要去前线送死，跟我们大房可没关系，赶紧让他画押！立刻召开宗族大会，白纸黑字，彻底分家。这破院和名下的2亩薄田全归我二房，谁也别想再染指半分。分家？你算什么东西？也配跟我讲条件？信不信我现在就以抗拒兵役之罪？萧家小子，分家事大，契书已备好，你若识相，签了个名，这几亩贫瘠山地和家中留下的陈年负债便都归你，从此两不相欠。字字陷阱，处处瞒报，你这账房的指尖，怕是沾满了见不得人的血。大秦军法逼迫军户者等同谋乱。今日若我在契书中见不到合乎律法的条款，我就去县衙敲响申冤鼓，请官家查查你们勾结私吞军饷的勾当。这账目是我够了。好，重写，给他重写。不行，这地契若给了这小畜生，我萧家拿什么去交今年的苛捐杂税？这字我绝不签。地契你不交，我便自取。契书我不认。凭什么分给你们二房良田？想分家，除非我死。这地就是烂在土里，也轮不到你们这群废物。那就一起死。这征丁令若是撕了，县府问罪下来，你以为你能安稳走出这槐树村？钱子，别让这丧门星真把征丁令毁了，到时候你我都得去衙门吃牢饭。去！哪儿来的穷侠们？没看见正忙着吗？要打工具去隔壁镇，我这里可是专门给县府老爷们打兵刃的地方。我不打农具，我要定制一件
能在乱军中绞杀东湖铁骑的重杀器，就凭你？哼！且不说你掏不掏得起定金，现在的幽州早就封了金刚的料子，没有上好材料，你就算给我一座金山，我也打不出你要的杀气。赶紧走，别耽误我干活。不是材料的问题，是你的炉子太烂。鼓风口结构单一，热量大面积流失，导致炉心温差极大。就算给你一块天外陨铁，你也淬不透它的骨。放屁！我在这南云郡打了半辈子铁，你一个毛头小子敢来教我怎么生活？双向导流，闭环聚温，把侧边的废气口封死，在底部加设回山风道，只需改动3块耐火砖的位置，就能让炉心的烈焰产生共振，温度至少翻上3倍。这夺天地造化的风道流转，简直是冶炼界的奇迹。公子，你这巧夺天工的图纸究竟是从何处得来的？既然你看得懂高炉，那就睁大眼睛看看这个。我要你亲手把这张图纸上的怪物给我造出来。这榫卯嵌套的结构，还有这纸虎与刀刃的重心偏移点，简直闻所未闻。若真能造出，这便不再是兵器，是杀戮的艺术。火候再大3成，注意观察金属表面的氧化膜，一旦颜色转青，立刻移入冷水淬火。成了！我这辈子从未锻造过如此完美且充满几何美感的凶物。小陈，大房和王管事早就算准你在这儿，识相的把这批铁器交出来，再跟我们走一趟，否则今天让你这小命交代在这里。送上门的火把，正好试试这新家伙的锋芒。点子扎手，别讲规矩了，把家伙结阵围死他！就凭这些慢斑斑的破条片，也想取我性命？我的手废了！这手法简直闻所未闻。是谁给你们的胆子，敢动我二房的人？说，或者我现在就让你尝试这刺刀的第2种用法。别动手！是王家账房出的钱，他承诺事成后重赏我们，而且大房的小二叔也暗中塞了钱，嘱咐一定要让你意外消失。很好，原本还想给你们留条活路，既然你们想赶尽杀绝，那这槐树村也该换换规矩了。这小畜生一走，二房那几亩肥田可就彻底归我了。等过几天边关传来死讯，我看二房那几个病秧子还怎么跟我斗，全得乖乖给我当牛做马。你是人是鬼？来人呐！你没走？你好像很盼着我死。萧晨，我错了，我再也不敢了，大伯糊涂。记住这种冷到骨子里的感觉。我走之后，二房家眷若少了1根头发，或者受了半分委屈，下次刀兵就不是贴在你脖子上那么简单了。听懂了，我保证绝对不敢碰二房1根汗毛，我发。哟，又来个穷骨头，没钱没背景，还穿得这么干净，真把边军当善堂啦！捡起来，
拿着这块死士牌，滚去最前线，用肉身舔东吴人的马蹄，这就是你们这种底层贱民的命。我的命，你这种只配躲在后方摇尾挺鳞的蛀虫，还没资格。不识抬举的贱骨头，在我的地盘也敢撒野！今天就用你的皮肉教教你烈火营的规矩！你敢还手，给我撒开！大冷天的，省点力气留着去关外杀东湖狗吧，在这儿抖什么威风？规矩？凭你这软绵绵的力道，也配跟我谈规矩？王副队长，这流民不懂规矩，不仅拒领军令，还敢当众踩踏死士木牌，我这是在正军法。下盘稳如桩，眼神不见慌，是块硬骨头。这人我要了，正好填我们第5队的缺，你有意见？既然王副队长开口，那就归您。承让。小子，别以为有人出头你就能喘口气。敢进我的第5队，你最好已经做好了今晚就进棺材的准备。第5队来新人了，小陈，你就去那个位置安顿。明白。细皮嫩肉的，走错地方了吧？懂不懂规矩？去，给老子把水端来，伺候老子洗脚。不识抬举的活牲口，老子今天就教教你边军的规矩。你的规矩过时了。还有谁想让我洗脚？现在可以站出来。好大的威风！敢在我的营房里动我的人，你算什么东西？好大的胆子！小小新兵竟敢在烈火营以下犯上，殴打老兵！今日我不废了你双腿，军法何在？军法，你也配提军法？借势欺压时，可曾想过大秦的军纪？废了我的腿，有本事就过来试试。不知死活的东西！我这就让你知道什么是烈火营军法！你这阴毒的刺客，敢动真格！以多欺少，你们的本事就这点程度吗？王副队，你来的正好。这小臣居心叵测，竟敢在营中私藏棘门奇刃，以下犯上，企图谋害长官，这可是大罪。奇门雄刃，小臣，你可知在军中煽动此物，就算杀头也不为过。王副队，你看看这小子，目无长官，竟敢私藏奇门暗器，以下犯上。按我大秦边军的军律，必须立刻剥夺他的兵籍，打入死牢。今天绝不能让他活着走出烈火营。够了！营帐之内大呼小叫，成何体统？边军的规矩，历来是靠实力和拳头说话，扯什么稳嗖嗖的军律？张队长，你俩既然谁都不服，那就明日正午，你们2人公开对决。萧晨若赢了，今日之事一笔勾销；若输了，任凭张队正发落。好，王副队既然发了话，我自当遵从。小子，你也就今天能狂一下，明日校场我会让你知道什么是边军的规矩。小老弟，张牧那蛮力可不是开玩笑的，他那套大开大合的棍法，死在他手底下的东湖人都不在少数。明日之战，你当真有把握？副队长有话，不妨直说。只要你把这把利刃的打造图纸交给我，明日教场上，我自然有办法暗中做些手脚，让张牧那把老骨头连棍子都举不起来。这笔买卖保你一条命。
如何？不劳王副队费心，我萧晨的命一向只握在自己手里。明日校场，我会亲手碾碎他。萧哥，张牧可是5队正，打仗那是抡大刀的猛人。明日教场对决，你刚才又拒绝了王副队长暗中帮忙的提议，这咱们拿什么跟他打呀？这力道，没见他怎么抡板子。这不要命的暗劲是怎么透进去的？战场上蛮力并非无敌，真武技讲究极简与精准，颈侧、腋下与关节要害，金铁甲胄护不住，苦练10年的肌肉也挡不了。明日之战，我不拼蛮力，我只打关节，一击泄其力，2击溃其势。萧师长，这借力打力、专攻弱点的法子，咱们兄弟也能学吗？是张牧，他在外面磨刀，他在为明天的对决做准备。想活命，就收起你们的散漫，从今夜起，记住我教的每一个发力点。规矩都懂了吧？拳脚无眼，生死有命。我烈火营只认强者，不留废物。张牧这狗贼，摆明了是要借校场比武下死手。萧晨连兵器都不拿，太吃亏了。萧晨，你找死！面对我，竟敢空手应对，连个木棍都不拿，真以为自己是过江龙了？打你不需要兵器，3招之内，我会让你知道什么是真正的格挡死角。蛮力横扫，张牧这小子一上来就动了真格，看这小子怎么死！什么？你这新兵崽子！有意思。这泥腿子用的不是去军中路数，步伐刁钻，连卸力的手段都透着股邪性。张牧这头蠢中头，今天是踢到铁板了。气血浮躁，下盘虚浮。你的实战经验全是用在欺负老弱病残上了吧？小畜生，真以为老子治不了你？寒门蝼蚁，给我死！暗器，校场对决用暗镖。张牧，你敢坏军规？玩阴的，你连门槛都没摸到。好一个借力打力，绝地反击，竟然没有半点拖泥带水。军中只认强者，第5队正张牧技不如人，还暗箭伤人，赤夺职务。萧晨听令，即刻晋升烈火营第5队师长。木牌你拿走，但这第5队的粮饷甲胄得按规矩分配。想要在烈火营过活，就得认清自己的斤两。规矩，张队长的好意，我记下了。哼，这堆垃圾就是你们10个人的护身符，要是死在东湖蛮子的弯刀下，可别怨我没给你们准备家伙。都抬头看着，你们只看到了这是废铁，而我看到的是一场盛宴。在真正的战术面前，这些所谓的垃圾，足以让那些东湖游牧蓄其知道什么叫恐惧。从今天起，你们的身体不再属于自己，而是属于沙场。现在把这些沙袋全部绑在腿上，开始奔袭。长官，这怎么跑得动？这会死人的！在战场上，东湖蛮骑的马蹄可不会给你们喘息的机会。不想死就给我跑起来！纸上谈兵的世家子，真当带兵是儿戏。这群病秧子，跑不出3里地就得全趴下。跑不动了，真的跑不动了。
他一个长官都绑着双倍重量，我们凭什么认输？刀是凶器，在战场上花拳绣腿只会送命。从今天起，别把自己当兵，把自己当成只会执行死令的野兽。你们10人，3人一组，交地掩护。当你挥刀时，你的后背交给队友。当敌人的矛头对准队友，你要在瞬息之间替他挡下。这就是活下去的法则。好啊，我就说这几天怎么连个人影都见没有。萧晨，你带着这群新兵崽子躲在后山私自操练，还敢动用军重克扣的精铁私自改兵器，无令聚众，你们这是要谋反吗？都给我把手里的家伙扔了，双手抱头蹲下！谋反，张队长，这顶帽子你扣的未免也太急了些。你带着人兴师动众的扑过来，盯着的根本不是什么军规军纪，而是我们手里这些能保命的真家伙吧？你害怕了，你害怕这群曾经只能任你揉捏的炮灰，突然拥有了在战场上活下去的能力。你更害怕，你当个除了在后面抢这个功，连刀都握不稳的废物对阵，就会彻底原形毕露。放屁！一派胡言！老子是你们的长官，长官的规矩就是军规。给我把他的嘴打烂，把那些精铁全给我收缴了！一群废物，老子自己来！阵型，喂！怎么可能？你们这些废物，给我滚开！你引以为傲的道理权势，在绝对的纪律与配合面前，不过是纸糊的盔甲。好，很好，萧晨，你们仗着阵法偷袭，胜之不武，别以为赢了一招就能翻天。3天后的全营大习练，我会让5队的主力教教你们什么是真正的军队。到时候，我要把你们这些杂碎踩进泥里，让你跪着求我。这2房出来的废物，靠着耍点小聪明收服了几个新兵，就真把自己当盘菜了。张牧特意调来的可是5队最凶悍的尖刀10人队，10个打10人，你说他是不是活泥地？小魏大人，这萧晨骨子里透着股邪性，没见真章前，属下不敢妄言。萧晨，今天可是全营大练功，刀剑无眼，别以为弄了几根破木棍就能翻天。老子今天就让你和你的废物兵知道什么叫真正的阶层碾压。是吗？那我也教教你。战场上死得最快的，永远是话最多的蠢货。落旗号旗，全营大练兵开阵！3-3阵型，破风发动，3！给我往死里打！废了这群不知天高地厚的贱种！扩展太大，狙！哈哈哈哈哈！散得像一窝没头苍蝇，给我全速碾碎他们，让这群泥腿子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边关军阵！散兵线，侧翼迂回，切他们下盘。不可能，这怎么可能？你们在干什么？都给我站稳了，还击！还击！萧晨！这群新兵怎么回事？动作根本防不住，阵型全乱了！废物，全是一群废物，丢了老子的脸！都给我让开！这个校长，你疯了！规矩，在老子这里，赢了才有规矩。死在这儿，也只能怪你技不如人。
你越界了，张牧！给我死！你的麒麟怎么可能？破绽百出！这小子竟然隐藏了破军风的实力，他到底是什么来头？东湖铁骑撕裂防线，先锋斥候，一至南云郡外围。封锁消息，快把昏迷的人抬下去！谁敢乱传一句，军法处置！别吵了，大山校尉，现在闭眼装死，等那帮蛮骑杀进来，你的军印就是他们的战利品。混账！一个新兵蛋子也敢叫本校尉做事？现在关内防线未乱，你竟敢扰乱军心！信不信老子现在就让你灰飞烟灭？看看气候，白雪刚过，大秦正面防线有护城河，他们进不来。但乱石谷一线的守备空虚，这才是他们的突袭方向。若是被他们切断粮道，你我有几条命够填？校尉，萧晨说的有理，乱石谷地形复杂，确实是游牧铁骑迂回的最佳路线。放屁！我就不信那帮蛮子敢绕这么远，出了事你负责吗？烽火已燃，大山校尉，你还没决定好要不要听我的吗？区一个边关新兵也敢妄言军略，乱石谷不过是一处沟壑，本将带3000铁骑直冲而过，那些东湖敌人便会溃不成军。小陈，韩参将的话就是军令，你懂什么兵法？扰乱军心者，军法处置。乱石谷雪深地险，若东湖诱敌，贸然出击，无危于自寻死路，不知天高地厚。既然你如此有见地，王校尉拿军令证来。若是觉得本将指挥不妥，你便带你那10人小队去乱石谷给我守着。若阵地失守，或是胡氏魏高区南下1人，我拿你试问。韩参官，这乱石谷是绝地，只派10人去守，无疑是送死。这军令我接了。若明日午时我还站着，希望韩参官能记住今日的决断。二是东吴的退兵，连过冬的旧粮草都不要了。这可是白捡的军功，咱们冲下去干一票，韩参将的军令状就算交代了。把刀按下，敢动半步者，死！头儿，再不抓活口，他们就跑出谷了。上面可是要拿咱们当逃兵论起的。睁开你的眼睛看清楚，东湖蛮子常年长在马背上，大腿肌肉粗壮，步战多是外八字。你再看下面这群人，步伐虚浮无力，身形佝偻瘦弱，那根本不是东湖人，是被逼着换上异族皮甲的大秦百姓。这是用活人当肉盾的踩阵陷阱，敌人的主力就咬在他们身后不足半里的风雪里。这群东湖杂碎怎么走得如此缓慢？透着诡异，难道真有埋伏？那是槐树村的刘老汉，这怎么可能？看他们的脚下，动作僵硬，那是被迫负重而非行军。屏住呼吸，不要动。是肉盾，东吴人逼迫百姓穿上盔甲，把他们当成诱饵推到前头，以此试探我们的伏击。真正的时候，就躲在峭壁缝隙里，等着收割我们的命。那队骑兵要冲进去了，一旦进谷，必死无疑！给我射！炸开这死局！大型的兵士竟敢毁我军功，既然不肯入套，那就全部扫平！二郎们，随我冲锋，拿下他们！
3位一体战术阵型展开，借卵石卡死敌军冲锋路线，化整为毛，就地分割交杀。死吧，看麻袋！这是什么战法？力气不错，可惜破绽百出。哟，还真让你们这群泥腿子活下来了。看来本将运筹帷幄、诱敌深入的计策执行的还算早。少将军神机妙算，若非您在后方亲自坐镇设伏，释放威压震慑敌胆，烈火营怎能斩获如此大营？这头等大功理应关于少将军名下。萧晨，萧晨，你想造反吗？还不把东西献给少将军？少将军算无愚昧，这大达自然是少将军的。算你识时务。大山，带上战利品，我们回营领赏。拿吧，现在吞下去的军功，很快我会让你们用命吐出来。哼！小师长，乱石谷一战，韩公子运筹帷幄，居功至伟。你们第5队能全虚全脸的滚回来，全靠公子伏笔。把字儿签了。这10两赏银够你们这些苦哈哈买几口烈酒暖肚子了。怎么嫌少？萧晨，你是个聪明人，别敬酒不吃吃罚酒。北疆的隆冬才刚刚开始，后勤的补给线可是本官的印记说了算。要是这字签的不痛快，你们第5休想领到哪怕一片御寒的棉甲，一粒果腹的。大人说的是，第5队能活命，全仰仗韩公子。这字我签。我还以为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煞贝能有多硬的骨头，原来也不过是个见钱眼开、认怂伏低的软货。算你识相，我们走。王猛，把所有烂菜叶和没变的谷物堆在一起，堆成3个圆球状，动作要轻，不要破坏那些纤维的绒毛结构。萧兄弟，咱们刚被那狗官勒索了军功，你反倒带我来这垃圾堆里钻研这些烂泥。那些伤兵等着救命的药，哪怕是一点金疮药，都比这没烂东西强啊！那些金疮药只能止血，救不了命。在这大雪连天的边关，感染才是比东环大刀更可怕的瘟神。记住了，这就是我给第5队找的保命符。你以前真只是个入伍的新丁，我见过的那些战地郎中捣药的手法都没你这么稳，这么精细。战场上活下来的只有2种人：死人和掌控胜负的人。王猛，这批青霉素培育成功之日，就是我们摆脱世家门阀侧主，掌握全军命脉之时。我明白了，往后这地窖的钥匙，只有你我2人能动。全都没用了。没用了，杀气入骨，药石无灵，这都是命啊！老东西，你这用意，要是死了1半以上的人，老子先拿你记起！我有办法救他们。救？你这黄口小儿，连衣襟都没摸过，竟敢拿些烂泥腌制的脏水来亵渎医道，这是艺术！喂！害死全营！小陈，老子不管你搞什么名堂，若这些兵活下来，算你功劳；若是这药灌下去死了人，老子就以谋害跑暴之罪，亲手拐了你。校尉大可放心，若救不活，我的人头，你现在就可拿去。
经被净化了，这是一道神迹，绝对是神迹！我想吃。小陈，好手段！这药液竟能活死人肉白骨，此乃天赐我军的战略至宝，怎能随你这小卒糟蹋？交出来！此物归校尉府接管。今日之事，谁也不许对外透露半个字，违者军法重施。校尉，这药救的是命，不是你的仕途。你若想毁了这神药，大可试试。小陈，别敬酒不吃吃罚酒。你这能生死人肉白骨的神药，若是没有本校尉替你兜底，你以为你能在这军营里活过今晚？交出配方，本校尚未保你荣华富贵。校尉大人想要配方，地窖里那些半成品的陶罐任您搜刮，但您最好想清楚，这传种无菌生性液的疆域温度菌群变比，哪怕只差之毫厘，救命的道液就会异变为瞬间瓦解生机、摧毁内劲的穿肠毒药。你敢威胁我？真以为我不敢办了你？普天之下，只有我这颗脑子能精准掌控它的每一个变量。您若杀了我，烈火营失去的不仅一，更是这乱世中全军唯一能从阎王手里抢命的战略核心。您是个聪明人，用我一命换您未来平步青云的无尽军功，这笔账大人算不明白吗？好一个小陈，有勇有谋，谁敢靠近这地窖半步，军法处置。除了你，马上派人送10车上好的口粮过来，你只管安心配。多谢校尉大人成全。特级巨兵号，东湖的主力竟然绕过了前线要塞，直扑志宁关了。大门，东湖的主力全在正门，莫大山立刻把侧翼的兵力全部抽调过来，死守大门，快去！遵命，参将大人英明，我这就去调空左右两翼。日旗，东湖不过是佯攻正门，你若抽空兵力，侧翼瓮城与后方粮道将彻底暴露，不出半个时辰，敌军的铁蹄就会把这里碾成飞灰。放肆！区区一个寒门兵屁，竟然敢指着本将的鼻子指手画脚，质疑本将的排兵布阵，你这是在动摇军心！小陈，瞎了你的狗眼！这里是刺史公子发烧训令的地方，轮不到你一个师长来撒野，你是在找死吗？按你的走法，全军覆没就是死局。大秦的边军不是用来填补你愚蠢战术的耗材。好啊，你既然这么懂兵法，那西侧最偏僻的死角城墙就交给你。物资匮乏又如何？立刻带着你的第5队去给我驻守。敌军不退，你敢后撤半步，本将定斩不。小兄弟，这西侧城墙防务形同虚设，韩锦堂那个顽徒把我们丢在这儿，摆明了是让咱们当炮灰。兄弟们都怕了，这一波冲上来，恐怕是一个都活不了。恐惧改变不了结局，在战场上，抱怨是死人干的事。听着，所有人把废弃的滚木搬到防御节点的侧翼，3木一组，呈杠杆受力结构堆叠，碎石不要乱抛，给我堆在射击死角。都听见没有？按肖师长的法子干，动作快！我们不是弃子，只要这面墙还在，你们的命就是自己的。现在谁想活命，就跟我守住这个点，把所有能用的东西都变成敌人的噩梦。来吧，老子还没活够，谁敢上来就剁了去！防线崩了，这是个局，这群贱民根本挡不住。骑兵，快护送本公子撤入内城，快！左参将说的对，敌军势大，保护韩公子才是第一军令。所有人掩护左参将撤退。
西侧城墙由我接管，3人战术小组接招永阵，凡死卡永不者杀！只要我站在这里，谁也别想踏过这条线。挡住！给我挡住！我是此时之子，我不能死在这儿。大秦的贵种，在草原的铁蹄下，不过是一踩就碎的冰沙。想活命，就闭嘴跟紧我。走，去防御闸门。你看清楚我是谁？我是左慈之子，快停下闸门，让我进去！左参将大人，敌军势大，若不落闸，内城数千弟兄都得陪葬。大局为重，您的英勇牺牲，本校尉定会如实上报刺史大人。给我开门！我是左参将韩锦堂，你们这些废物，难道要连我一起关在外面吗？别费力气了，那扇门内部已经插死了萧子，靠蛮力推不开。这就是弱点，给我看！走！你们竟然活着回来了！王校尉，这门关的可真是及时啊！置顶关失守，损兵折将，尔等守门不力。若送不到黑石堡垒，这几袋军粮是营地仅剩的口粮，不仅尔等要人头落地，便是那几位要护着的贵人也得跟着饿死。王校尉，这路线直插东湖骑兵的腹地，此时派人去送粮，与送死何起？你分明想借敌人的手除掉我们！不必争辩，王就尉，这军粮我接了，但愿堡垒的那扇门，你到时候开得够快。哼，那是自然，只要粮到，功便是你。保持静默，把所有军粮布袋的轮廓彻底打散。这帮游牧猎狗嗅觉极灵，一点反光都不能漏。统领放心，按您的规矩，连个血坑都填平了。糟了，有内鬼故意留了记号。找到秦狗的粮车了，统领，跟他们拼了！稳住，谁也不许动。保持静默，补刀，掩埋痕迹。三位一体，我受之王回杀！队长，这套战术阵型太痛快了！别高兴得太早。救命！只要能救我，本将许你们破天富贵。在这边关，命比钱重。韩公子，这次轮到你做我的儿了。堂堂大秦刺史之子，竟如丧家之犬般跪在我的脚下，你的傲气连这雪地里的残渣都不如。小师长，那是刺史之子，周围不下100名敌军，咱们这几十个人冲上去就是送死。军粮要紧，咱们撤吧，绕道走还来得及。凭尔等蛮夷，也配染指大秦边关？要杀便杀，莫要废话。撤！若是他死在洪峰谷，我们不仅拿不到军功，还会因见死不救，被定下抗命之罪。他不仅是锦堂，
更是我们直达幽州最高层的政治护城河。注意看，他们抓到了大鱼，全队陷入了不必要的骄傲与松懈。这群蛮子的防线在3点钟方向有一个微观漏洞，王莽带人接应。这瓢大的我们坐定了。小队，这群蛮子的防线看似松散，但暗哨重叠，哪怕多喘一口气，咱们今天就得交代在这儿。傲慢就是他们最大的破绽。从现在起，30秒内解决战斗，跟紧我的步伐。我是自始之子，我绝不能像个圣主一样死在这种地方。谁来救救我？你竟然真敢来！哪里来的中原老鼠，敢在我的眼皮底下动我的战利品？想活命就给我闭上嘴，滚出来！大秦的蝼蚁，竟敢孤身潜入我的营地，找死！不能被缠住，必须3招内破局，将身躯的空当暴露下来。给我碎！废了不退，让营动已悄然举起。想活命就闭嘴跟紧我！队长，快！黑石堡就在前面，再坚持一下！散开，执行交替掩护。只要进了堡垒的射程，他们就不敢放肆。完了，全完了，我们根本不可能活下去。闭嘴！只要我不停下，就还有命在。把这当成你的目的，还是你的转折点，选一个。一群卑贱的耗材！好，你们逃得过这黑石平原吗？全部给我射死！完了！大秦的猪驴，这次看你往哪儿逃！找死！我是萧晨，速开城门！黑尘，你带着累赘回来，是想把东湖大军引出来吗？王大山，我是自世之子，立即开门，否则定要将你严惩问罪！炮兵萧晨，勾结东湖一族，罪无可恕！给我！睁大你们的双眼，看清楚！我是幽州左参将刺史之子韩锦堂，谁敢动一下弓箭，便是违抗军令。我要他付出代价，万劫不复！韩公子，快把弓箭全给我放下！谁敢走火，我活劈了他！开城门，快开城门！王校尉，你看清楚了，是萧晨在千军万马中救了本将的命。从今日起，萧晨小队彻底脱离你烈火营的管辖。本将以刺史之子的名义直升他们为堡垒先锋军，只听我一人调遣，你有意见吗？末将遵命。萧兄弟神勇无双，理应高升，理应高升。韩公子，这黑石堡垒守军有限，若被困死，届时援军未到，咱们都得填了这塞外寒土。依我看，让城墙周观察哨极其危险，极易被敌军一波保外，作为诱饵，也好让我们在内侧掌握敌军动向。王校尉所言倒也不无道理，非常之时当行非常之事。萧晨，你以为如何？既然是命令，接下便是。好，既然萧先锋如此果决，那便即刻启程，务必守住堡外据点，给咱们争取时间。诱饵也好，先锋也罢，王校尉，希望我死在堡外时，
你这黑石堡垒的墙够硬。头儿，黄大山那群世家走狗根本没把我们当人做，把咱们踢到这儿连个城门都没有的破地位当诱饵，这是明摆着让弟兄们给他们挡刀，这防线怎么守？在我萧晨的营里，没有诱饵，只有奸盗。这等逆天药效，简直是肉骨重生！头儿，你连这种救命的神物都有！我说过，跟着我，命由我不由天。现在，所有能站起来的，拿上火把，按我说的做。今晚我们给东湖的杂碎布一张索命网。头儿，现在全部就位，只要他们敢来，定让他们有来无回。他们已经来了，全员晋升，准备迎敌。收兵！这是你们的战场，杀！萧统领，大事不好！我探得前方军情，敌军大部主力还在围困堡垒，但他们竟分出大量骑兵队，正向着周围的平民村落涌去，这是要进行大肆屠杀与抢掠啊！好一个狠毒的东湖大单于，想用这种手段逼我现身！全军听令，急行军！大秦的寒门不是他们能随意迁人家的场地。王大山想让我们在据点里耗尽最后一滴血，他守的是门阀的命，我们守的却是这北疆的脊梁。既然堡垒容不下我们，那这漫天风雪就是我们的阵地。陈哥，下令吧！只要能灭了这些人，这100多斤命，我就交给陈哥你了。奋战前行，利用掩体。今夜，我要让这些东湖蛮骑知道，什么叫真正的狩猎。破风八刀，结阵，杀！该死！他们是冲着我们来的！陈哥，侧翼被堵死了！结阵硬扛必死，全体都有！破风3-3战术，散！卡住他们的死角，别露头，耗掉他们的冲劲儿！失去机动性的重骑兵，就是活靶子。统领威武，宰了这帮铁皮王比！是我。去！破风八刀，绞杀！换气口兵，敌阵别手足，别留活口！将军，救命啊！这帮徒，他们把方圆100里的粮食全掠走了，现在正往西边的黑石平原运，那里建了个临时粮仓，大单于要发起最后总攻了。好一个黑石平原！王猛，集结部队，我们要让他们知道，什么叫火烧粮仓。头领，外面的探子回报，敌军还在做搜山，但兄弟们和乡亲们快撑不住了。连日的突围拉扯，大伙儿身上留下了沉重的创痕，在这严寒下，边缘已经泛起灰暗的虚弱纹路，好几十人烧得浑身滚烫。这极寒加上高热，伤势恶化的太快，
我们恐怕熬不过今晚的封锁了。把所有发高热、有串痕的人全部集中到避风处，有我在，今晚谁也不会死。高热退了，创主居然收口了！统领，这是何等的神迹！敌军想要用严寒和伤痛拖死我们，简直是做梦。但这仅仅只是保命的第一步。我在这地势险要的山谷里，永远只是待宰的羔羊。想活下去，想不受人欺凌，就得把自己的骨头淬成钢铁。从现在起，这里没有难民，没有残部，只有我萧晨手里的刀。我要把你们彻底打造成消灭一切敌人的钢铁洪流。愿为统领效力，百战不退。都给我挺住！腿断了也要往前迈！你们现在流的汗，就是明天对阵东湖蛮斗士保命的底牌！跟上！退下！谁也不许服！敌人击溃你们的防线时，会伸手拉你一把吗？东湖的铁骑踏碎你们的家园，抢夺你们的一切时，有谁可怜过你们？在这里趴下，就是一具毫无价值的废壳！给我站起来！忘记你们以前那些毫无章法的乱打，我们要的是极致的破敌之术。3人1舞，呈道品字形，一人主防，2人突刺，手中的竹竿只有一次出手的机会，不要犹豫，更不要后退。上！统领，这帮曾经连刀都不敢拿的泥腿子，现在身上的战意比咱们边军里的老兵皮还要重了。利刃已经磨快了，自然要展现锋芒。东归人现在急着四处劫掠，防线必然拉扯脱节。这里是他们防御最空虚的临时粮仓。今夜，我们要让这群塞外野狗尝尝什么是真正的烈焰风暴。王莽，听我号令，倒数3息，把油脂引火物埋入下风口死角，动作要轻，千万别触动巡逻队的警戒令。明白。这点火油足以让这堆粮仓变成通天火柱。这鬼天气，连个烤肉的女人都抢不到，真是晦气。绝境由我来打破。你们的狂妄，今夜到此为止。啊！为了活命，今日谁也别想回去。火起之时，即是进攻号角，3位一体，推进，一个不留。乱他们的阵脚，不要给他们重新集结的机会，控制住缺口。小兄弟，粮仓已经烧透了，敌人的援兵很快就会过来，撤吧！烧得越狠，他们越疯狂。断了后勤，东湖主力必会不计代价搜捕我们。真正的生死博弈，现在才刚刚开始。这帮蛮夷到底在玩什么花戏？前几日还封了一样工程，怎么今日却在阵前就以我出绝？难道是想诱出春横？东湖人生性狡诈，这多半是他们的疲兵之计。只要我等坚守不出，等援军一到，便是他们的死期。报！紧急战报！东湖主力大军后方粮仓突遭大火，囤积粮草已成灰烬。大单于下令全军即刻撤回回客。粮
粮仓被毁，见过此人能深入腹地做到如此地步，定是萧晨。除他之外，这偏远之地谁还有这等通天食粮？不可能，他不过是一介寒门，带的也是一群残兵，怎敢冲击敌军粮道？这定是走运壮士。王校尉，这份战功若是报上去，哪怕我分你一半，在刺史大人那里也够你升迁半级了。但若是萧炎活着回来，这份功劳还轮得到咱们吗？参将放心，这世上死在乱军中的功臣还少吗？只要他在回城的路上碰上点意外，统帅，前锋已经完全扎进来了，这些蛮子急着逃命，阵营全散了。什么时候动手？再等下去，后方的拉绳快承受不住这巨大的拉力了。沉住气，大蛇打7寸，前锋不过是炮灰，我们要斩的是他们的指挥中枢。统帅，帅旗进死地了！落！萧晨，滚出来！我要将你彻底碾碎，将你的战刃作为我的战利品。你的终局到了，螳臂当马，彻底消失吧！大人，我来助你！让你见识什么才是真正的碎空之力！是吧，大秦蝼蚁！力道虽大，但重心已散，你的防线破了。这怎么可能？特种作战讲究的是绝对效率。陈哥，咱们赢了！连东湖的万骑长都被你单枪匹马推翻了，这帮不可一世的蛮狗也有今天。接下来怎么打？兄弟们全听你一句话。外面的野狗是被打跑了，但真正吃人不吐骨头的豺狼还在家里等着我们。黑石堡垒里的王大山和那个世家废物韩锦堂，咱们拼死拼活断了东湖人的后勤，他们指不定正躲在暖炉边商量着怎么吞我们的战功。吞我的战功，那得看他们的牙口硬不硬。传我的令，全军休整一炷香，收集可用物资，一炷香后随我回黑石堡垒。此战攻城，所有人原地警戒，无需多言。好个萧晨，我还以为你们这帮炮灰早成了东湖人的刀下鬼，没想到竟活着回来了。知宁关危在旦日，此物应交由本校尉上报军功。至于你们这些私自行动的罪兵，念在缴获物资有功，暂且饶你们不死。王校尉，这功劳确实沉重，只怕你这双贪婪的肩膀扛得住吗？给脸不要脸，给我射！把这逃兵就地格杀！都给我住手！王大山，你好大的威风，敢在本将的营门前动用私刑！萧晨，你竟然真的做到了，在那等十死无生的绝境之下，强斩东湖高阶统帅。大人言重，若非您运筹帷幄牵制东湖，卑职怎能斩杀那万骑长？此乃您的赫赫战果，
卑职不敢贪功，今日只求大人开恩，给随我死战的寒门弟兄留条生路。好一个不贪天之功！萧晨，你不仅是一把绝世好刀，更能懂得这大秦的规矩。从今往后，有本将在，我看这幽州地界，谁敢动你一根汗毛？萧晨，我韩锦堂能从危局中脱身，全靠你力挽狂澜。在黑石堡垒，世家规矩都不作数，今后在幽州，谁敢为难你，就是动我府衙的底线。左参队言重，大局能定，全凭您英明调度。只要出身底层的弟兄有生路，我等手里的刀刃就永远知道该指向何方。左参将大人，外围的防线布置，末将以为……闭嘴！丢了知宁关的犯的丧家之权，这里有你说话的份吗？滚回你的角落里待着。800里加急最高军令！东吴大单于动了！为了报复后方粮仓被毁、万骑长被斩之仇，大单于亲率10万铁骑主力，如同雪崩般撕裂了北方最后一道防线，整个防区全面崩溃。10万主力，大单于亲自。不仅如此，幽州刺史韩馥大人已亲自点齐镇国统帅部10万大军，正以最高军朝着知宁关方向全速合围。两军主力即将碰撞，北疆的最终决战就在眼前。10万大军，疯了！他们怎么敢在这个时候全面压境？不是发疯，是因为雪灾封山，东湖的牛羊冻死大半。他们若不倾力南下破开知宁关，不出半月，这支大军就会自行瓦解。这不仅是报复，是困兽之斗。大道理谁都会讲，可如今10万大军压境，咱们这座破堡楼填进去，也不过是多响2声动静罢了。参将大人，萧晨他虽然懂些野路子，但毕竟不是正规科班出身，这等生死决战还得请大人定夺。定夺？定什么夺？我若折在这里，韩家绝不会放过你们。萧晨，你不是平日里总有主意吗？你倒是说呀！不想死就闭嘴。我们要在这场围剿中做诱饵，但这诱饵不是送死，而是绞肉机。把堡垒内所有寒门边军的指挥权交出来。这堡垒里能活命的路，现在只有我能画出来。放肆！一介区区10长，竟敢在此妄言接管全军！按大秦军法，以下犯上者，当场格杀勿论。格杀？王少伟，你是不是搞错了局势？大单于10万铁骑合围知宁关，刺史大人的主力一旦抵达，你猜他那老人家是先杀贪功伪度临阵脱逃的废物，还是杀能救他亲儿子的功臣？你少在这里妖言惑众！你在知宁关贪墨下属军功克扣粮饷，导致前线防线崩溃的死账，要不要我现在一条条一笔笔亲自念给韩参讲听？你以为到了绝境，世家会保你这条狗命？王大山，这还是堡垒，现在由萧师长说了算。本将乃幽州刺史之子，我的话就是最高军令。看清楚，调兵虎符在此。从今夜起，黑石堡垒的规矩由我萧晨来定。发什么愣？统领在上还不听令？我知道你们在怕什么，怕当世家门阀的垫脚石，怕拿命换来的军功被那些杂碎参没。今天我立下军令，堡内一切世家特权就地废除，杀敌1人，赏银当场兑现，绝不拖欠半个铜板。不仅是银子，这是我独门的救命神药，只要你们还有一口气在，这药就能把你们从阎王爷手里抢回来。跟着我打仗，我保证绝不让任何一个兄弟白白病死伤亡。东湖蛮骑不日将至，老规矩挡不住他们的铁甲万骑长。王猛，带人把所有重弩的绞盘向后移3寸，加装滑轮组。
把射击仰角给我死死卡在45度，我要在他们冲锋的路上先铺一层穿山云。得令。得令，按您的改法，今晚就算敌军精锐来，我也把他们全部打退。小臣想逞威风，做梦！既然堡垒我待不下，你们就跟这座城一起给对手当战利品吧。这行军路径竟精准避开了所有的反骑兵陷阱，好一个调虎离山！将军，西侧瓮城出事了，2名暗哨半炷香前突然失联，那边连盏灯火都没有，死气的让人发慌。不必查了，是家贼开路，穿我军令，除亲卫外，全军原地静默，违令者斩。内鬼必在西侧，若让我揪出来，定要让他付出惨痛的代价。下手注意分寸，务必抓活的，那是揪出幕后主谋的唯一线索。出发。大产于仁德，只要各位贵客能饶我性命，这海石堡垒的布防图，我双手奉上。只要开了这门，荣华富贵少不了你的。做快点，单于的耐心有限。小臣，天堂有路你不走，竟敢坏我大事！背叛边关人，小臣，你这底层的贱骨头，就算你懂点邪毛断，也绝对破不开老子横野将的护体气力。今天死的是你！用力过猛，重心偏移，你的招式用老了。大单于不会放过你们的！黑石堡垒注定要破，你们全都要给我陪葬！你等不到那天了。王猛，在，陈哥，怎么处置这家伙？把他给我死死绑在城墙最高处，让他睁大眼睛好好看看，我们是怎么把他的主子杀绝的！统帅，敌军前锋已冲入百步。网格化散射阵型，预备。放！覆盖！这等威力的兵器，大秦的边军怎么可能拥有这种防线？不过是些奇技要巧的把戏。东湖的勇士，随我踏平这群两脚羊的龟壳！杀！他们登城了，跟这帮畜生拼了！拼？他们还不配！全员准备接敌！这就是所谓的精锐，太脆弱了。大秦的基石，今日将随这座堡垒一同崩塌。怒吼！别后退，守住阵线，死也不能放他过去。你的时代到头了。剪刀杀不了我。有点意思，大秦的蝼蚁应该学会了野兽的手段。这种战役究竟是谁？绝非寻常边军。要你命的人。韩父的旗号怎么会来得这么快？
幽州的主力后路断了，粮仓也毁了，大秦的鹰犬今日算你们走运。撤，向知宁关方向突围。是我爹，是我爹的幽州大军到了，哈哈哈！本将活下来了，黑石堡垒守住了。东湖退了，但这局棋才刚刚下到点子上。父亲，您根本想不到，萧晨用天降烈火烧光了东湖后勤防线，那横夜降级的铁甲万骑长被他硬生生打碎装甲旗帽，战意溃散，就连暗处的内奸叛徒也被他像捏飞虫般全救了出来。东湖铁甲万骑长已被彻底摧毁，其专属战令与军功降在此。左参将大人鸿福冲天，毫发无损，现已安然带回。好一个运筹帷幄的寒门傲骨！萧晨，你不仅救了吾儿，更斩了敌收，替大秦立下了这破天荒的滔天战功。说吧，你要什么赏赐？只要这幽州城里有的，本官都给你。你要何赏赐？金银、封地，还是想入这核心大营一步登天？大将军灭赞，此战能胜，全赖刺史大人治军有方，将兵锋所指之处，皆为大秦国威。少将军韩金营指挥若定，身先士卒，末将所为不过是尽了边军本分，护得北疆平安，便是我此生夙愿，不敢说求风华。好一个尽了本分，进退有位，不贪功，不练权。小陈，你这块茂玉若埋在沙场，实在暴殄天物。从今日起，特擢升你为大秦幽州镇国统帅部直属前锋营偏将，赐白银1万两，整顿军马，随我大军反攻知宁关。末将领命，誓破知宁关，不负刺史大人重托。这身甲胄穿得久了也就习惯了。某某，外面的弟兄们如何？萧将军，大家伙都领了封赏，刚才发放委任状的时候，好几个跟着咱们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兄弟跪在地上嚎啕大哭。咱们这些寒门子弟，终于在这大秦边军里挺直了腰杆。将军，大军明日行进路线正好途经您的老家南云郡槐树村。据探子报，那边的人似乎还不知道您已经封将，依旧在村里耀武扬威，欺我二房，压榨我父母，这笔血债我萧晨一日不敢忘。既然老天安排这趟脚顺路，若不回去给那些极品宗族和地头蛇送份大礼，岂不是对不起这身战甲？按照大秦新颁的法令，这可是白纸黑字盖了县府大印的地契，你们二房那几亩破田，从今往后归王家代管。跟他们废什么话？我早就打听清楚了，他人在前线贪生怕死，早就成了逃兵。二房出了个逃兵，按军法就该抄没家产，全家连结。大房说的对，本村长奉上头令谕清理门户。既然是逃兵家属，就别怪宗族不讲情面。今天不但地要收走，人也得拿下。逃兵的爹娘也是戴罪之臣，赶紧把这枷锁套上，买门跟我们去县府大牢里蹲着吧。这院子我今天收定了。这大雪天的，哪来的闷楼声？不是雷声，是骑兵。我萧晨的家人绝不容人欺侮。这怎么可能？不可能！你不是在前线战死了吗？这旗帜是南云郡使亲封的偏将，这是真的军队。我背后是王家，我有文书，你们不能。污蔑大秦军户侵占抚恤田产，意图阻碍军令，哪一条够你们死几回？
带下去，所有伪造文书、非法契约尽数收起，相信有一个交代。萧偏将，你虽为将，可此处乃南云军治下，我有献俘盖印的地契在此，你若敢动我，便是践踏王法！地契已碎，罚立当立。大秦军发，侵吞军户田产，污蔑现役将领为逃兵，此行径动摇北疆军心，扰乱征防战备，定性为图谋叛乱。萧大人，萧爷，小的被猪油绑了心，是赵房逼我的，饶命，饶命啊！军法如山，行刑。爹，娘，大哥，我回来了。别怕，往后再没人能欺负咱们二房。这些地是拿回来的公道，以后咱们二房再不用看人脸色过活。将军，知宁关前线，东湖大单于发动了最后一搏，摆出了死战阵型。刺史大人的主力军被死死困住，急令我前锋营偏将部即刻赶赴战场增援。困兽之斗，那便送他上路。顶住！让左翼的世家督战队压上去。若是这道防线全线溃散，幽州便再无屏障。父亲，大单于的巅峰军阵战役根本无法正面撼动，前方的世家将领连敌方中军的面都没见到，就已被那股狂暴的阵列压迫感碾碎了意志。退下来吧！退！现在退兵，10万大秦主力就会沦为东湖铁骑单方面收割的草料。找到了，大单于的军阵虽看似毫无破绽，但知宁关目前处于死滞的失陷态，敌军主帅的潜意识里一直在防范城内的垂死反扑。防范反扑，小陈，大单于正在正面碾压我的主力，他哪里来的破绽？正因为他分心防范知宁关，其右翼防戍兵力与中军指挥线之间，在每次阵型流转时会产生大约50目的脱节，这短暂的缝隙就是他命门大开的死穴。我要率领特种新军直取敌军主帅。父亲，相信萧统帅，他在乱军中能看破死局，将我救出，绝不会无地皇室。好，本官将仅存的权限全交给你，若你能撕裂那面金狼旗，幽州大军凭你调遣。一刻钟后，我会让那柄中锋巨刃永远折断在幽州的洞体里。军令如山，此刻起，我将这万千袍随的性命与幽州的安亡尽数交付于你。若能斩破这蛮荒之阵，往后北疆听你号令。大帅，静候佳音。这是何等诡异的战术！他们竟然丢弃了防线，直接冲向了大单于的中军。这不是送死，这是死局里的唯一生门。回进，散兵回阵，倔力绞杀，破阵之势。弟兄们，大单就在那儿，随我开路，把这帮杂碎的阵型撕散！错王急需要害。大秦的蝼蚁能杀透我的中军重镇，已足以自傲，但这片血原注定是你们边军永远的坟墓。坟墓？今天我就用你的项上人头来给大秦北疆的防线祭旗。给我死！
挡！你这蝼蚁拿什么挡我草原的无上天威？给我碎！大开大合，破绽百出，时代变了，老东西。死！黄口小儿，跟我一起下地狱！这片北疆的冰雪就是你的坟墓！蛮力再强，也不过是落后的莽夫。你的时代结束了。韩愈一斩，统帅神王，大秦万圣！犯我疆土者，以兽首！此战大秦胜！末将恭迎统帅回归！这真的是那个寒门出身的萧晨吗？北疆的天变了，此子之势再无人可挡。天子诏曰：萧晨御敌有功，护佑北疆，平定战乱。今特授大秦幽州镇国统帅之职，统御北疆30万铁血军阵。臣萧晨领命。末将王梦，恭贺统帅，誓死追随。镇国统帅，威震北疆！镇国统帅，威震北疆！这大秦北疆，自今日起，再无外敌，再无欺压。